幽冥烈焰，心神清净，遁地偷天。人呢？朝元，父君派我来拿回易经。你是来助我一臂之力的，还是说你要来抢啊？你说，我是把你交给父君好呢，还是把你留在这里？ 那个司徒岭不是说来找易经的吗？怎么没见他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我不想牵带太多。明义，咱们分头找吧。师傅小心。你也是。破！陈元有异动。张研发，找什么呢？抓住你了！你一个小仙子，竟然闯入陈渊的地心洞，是来找博士医经的吗？是谁告诉你东西在这儿的？ 我是来扫地的。哎，臭小子，原来你早来了。哎，这就是博士易经。佘师傅，陈渊不知为何瘴气蔓延，我们要尽快找到明义，带他离开。你说的对，赶紧走。好啊，如果你执意什么都不说，那就别怪我用这幽冥火，替你打上这永生永世都去不掉的罪囚印记了。烧哪里好啊？是心口，还是你这张小脸蛋儿？脸若是毁了，往哪儿跑啊？接着跑啊！告诉我，谁让你来找易经的？说笑呢吧？像你这样的杂碎，就算我只剩一口气，不至于杀不了你。就凭你，来啊！杀了我！
季伯载，今天陈渊真是好热闹啊！不自量力！可以死，但是你也得给我陪葬！季伯载，小心！你来做什么？这里的气息有毒，他不能跟你一起在这死去。季伯载，他已经跟我说清楚，你们之间不过是交易一场。你手上从来没有过黄粱帽，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，把它交给我。你竟然！现在别走，我自己可以出去。陈渊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父君肯定要有所察觉，我不能让他发现秘密。 小殿下，我等奉君上之命，要带您回去见他。父君都知道了。原来你是在修炼千重术，所以你才有本事杀了你2个兄弟。你怎么敢觊觎博士一经，还胆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动手？儿子知道，父君一直想再次找到博士祖宅，拿到当年未能拿到的博士一经下半册。只可惜，烛龙复苏，布下结界，
外人再也找不到博士祖宅，但夫君不必忧心，儿子能为夫君办成此事。朝元，你胆子很大。夫君，朝元想得到黄粱梦，生出灵脉，逐鹿青云大会，也仅是为了帮夫君维护逐水灵州的荣耀，绝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如此初心，绝无更改。去吧，吾儿，去把那博士遗经拿到我逐水灵州来。恭贺司徒领先君新任吉星渊司判堂主事，肃清朗之风，明公正之气，神君庇佑，星辰万古。小司徒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这司判堂，本君代管数月，是身心俱疲。往后可就要交给你了。这茶真苦啊！接韩风君飞说，自是日夜兼程，提前赶到，愿为韩风君分忧。小司徒，你才智过人，满境招考，你可是头筹啊！得你就任司判，定能助本君助吉星渊一臂。后赵自青云大会失踪后，已有许久，我已查明，他与沉渊御司过从甚密，或许他的失踪与沉渊有关。这个可得好好查清楚啊！卧房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先去歇歇。往后需要多少人手，你尽管调派。来，祝你。多谢韩风君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苦啊！什么茶这么苦？唉，以后要上宫，真是苦上加苦。殿下，自岐伯载赢下比试后，后赵就不见了。我们先前却是从未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。是本君一叶障目了，一心想着要拉拢他，让他自愿交出手中的黄粱梦，却忘了他既然拥有黄粱梦，那他和薄雨兰的关系一定匪浅。司徒领来了，殿下即将卸任，自然是要办宴请人的，不如就趁明日设宴请季伯载来，且试他一试。若是季伯载与薄雨兰当真有牵扯，那便不能留他了。这话就在这儿。这一路上一个机关都没有，这里防备松懈的有点不正常啊。恐怕不是没有，只是尚未启动，等着我们自投罗网而已。大人，我有责任保护你，地狱与雷霆都应该我替你去。我要出什么事儿，那没关系，但
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谁来撑这个家呀？让我替你去吧。你去吧。真让我去啊，狗东西！没事。就算有1/1000的危险，也得我替大人去啊！让你看看我这第14回，名义富贵险中求。你怎么样？拿到了，话没事就行。心疼了吧？还有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你中了是灵剑，快跟我走，跟我回去。但是，把那些值钱的都给我带走。这些以后都可以给你买，跟我走。不是，我们还需要伪造现场，越真越好。我知道你意思了。博士后人的画像失窃，还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小司徒，你新官上任，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你可一定要查清楚啊！司泮堂的运转，还得仰赖寒风君您。您需要我做什么，
尽管安排。本君最赏识你知情识趣。昨日宴会上，我看纪伯载对那幅画很感兴趣。若是司盼可以彻查无归海，还纪仙君一清白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啊？纪仙君是战客，我眼下没有任何证据，仅凭只言片语就贸然搜查无归海，他若和我较真，我可没立场，也没本事能占上风啊。哎，怎么叫贸然呢？你去无归海是要查清楚是否有窃贼闯入，保护纪仙君的安全呢。他有灵脉，我又没有，谁保护谁？您说反了吧？你刚刚不是说要听本君的吗？您安排归您安排，但我没说我都能做到啊。大胆！你竟然敢这样跟殿下说话！罢了，言笑，你去。手下领命。当个司盼这么麻烦，哪都得去一趟。这斗者初选都已经开始了，纪伯载还不现身，天机一个人能行吗？现在该改口，叫尊者了。当面肯定是叫尊者，这不私下里吗？回想以前，你还是天机宫里的侍卫，而我呢，是他的伴读。就咱仨这关系，按凡间的话，那得叫青梅竹马。和傻儿子，你怎么会是我和天机的儿子啊？我和天机怎么会是那种关系？说什么呢你？有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关于天机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他这个尊者之位，还有很多人不承认呢。纪伯载不来的话，君上总会来给天机撑腰的吧？兔子汤，你最喜欢的。上半场遴选已结束，请诸位静候下半场。公主，遴选已过半，纪贤君还未现身。纪贤君来了，纪贤君来了。这不合适，他旁边的人是谁啊？这不花月夜的小仙子吗？还带女伴前来，真是不把公主放在眼里啊！什么丑事啊！素有耳闻纪仙君往日义事，不想今日有幸目睹。两位感情固然令人羡慕，但今日是斗者竞选，也需要女伴相伴吗？就是，公主御下不严啊！你不是也带着孩子送给你的护身符吗？我这是，这是我的护身符。这个渊冲着地球，如今飞升了，这排场可真大呀！只有上一届斗者才有单独座位。认真的？大人，本来大家对我没什么意见的，若是你今天带着我硬来，难免大家会对我有一些看法。我还是出去外面等你吧。等等。
护身符。这是贺神，就是，怎么能这样？怎么样？毫无廉耻，也是公主还这般气度，怎么像话了？什么意思？还真对呀！取下来。凭什么？我说，取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真小碜，像什么话呀？太放肆了！就是，你看成何体统？对呀。你取下来，我答应他陪你观摩。既然公主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有劳公主帮我保管了。太差劲了！怎么能这样？这简直是口不择言！我都觉得羞耻，太坏了！公主，要不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？是啊，不能。真是太过分了！礼义廉耻，他一样行为成何体统？该上还重，公主都被气着了，还气着公主，没见过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哎，天机，天机，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的糖，要不是韩风君告诉我，他们又回浣纱集市摆摊了，我都买不到。吃了这个，你心情兴许能好些。这糖也不想吃了吗？我这就去把季伯仔抓过来打一顿，给你出气。行了，孟阳兄，他才没有哭呢。若是靠哭就能掌握寿华潘公，那未免也太容易了。本公主在和孟阳秋说话，用得着你多嘴吗？刚逗你的，别生气。谢了，我很喜欢。怎么会？你啥时候见我生气过？倒是，我很久没见你开心了。秀云，帮我把他收好。好。这孙良仙君也太厉害了吧！对啊，齐心渊真是人才凋敝，连孙辽这样都算厉害的，天机公主可有的发愁了。要想让我开心，也很简单。比方说你，还有他，参加斗者遴选，那我就会很开心。好呀。为何？我不过一介医仙，身无领脉，如何能够当斗者？更何况我们听命于谁，公主岂会不知？公主确定要任用我吗？齐兴渊如今人才凋敝，我别无选择，所以二位仙君，是否愿助齐兴渊一臂之力？我，还有他，我们都愿意。还请公主高抬贵手，在下就不奉陪了。哎，天机，你怎么了？天机，天机。不好了，公主中毒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快去找人帮忙！颜笑，天机怎么样了？他是中毒了。中毒？糖？难道是糖？要不是韩风君告诉我，他们又回浣纱集市摆摊了，我都买不到。修云，糖。
他躺在这儿。躺没问题。太好了。啊不，天机还不好着呢。天机方才还碰过什么？那个簪子，他方才碰过那个花不拉几的簪子，就开始难受了。是纪伯才，他该不会是想要尊者这个位子？他本来就对天机不怎么客气。公主中毒了，你不去看看？今日要看的戏太多了，不差这一场。什么戏啊？你听说过狐狸被兔子骗的故事吗？再狡猾的狐狸，只要一心软，就注定会被磨平爪牙，最终沦为兔子的盘中餐食。如果真是纪伯宰下的毒，怎样？我虽无灵脉，但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。是吗？天机，你醒了。果然如此，整整7种毒。别说纪伯宰不可能一一下在你身上，这宫里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。你是自己下的毒。严仙君是担心我会送命，还是害怕叔父瞒着你，要将我除之后快？毕竟这对你来说，意味着失去了他的信任。天都塌了吧？穆天机，你拿自己的身体当儿戏，你太愚蠢了。严少，你解药呢？拿出来，赶紧吃下去。没有解药。公主，不行，我得再找人看看去。在下实在无能为力。在下医术不精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严少，你快救救天机！严仙君。都已经解了。不要再有下次了。斗者遴选结束，现在公布入选名单。在宣布本届入选者名单之前，本公主有要事宣布：今日入选者，并非最终出战名单。啊？为什么？不是最终的？怎么这样？对呀，那我们算什么呀？对呀，这是有道理啊。对啊，寿华判宫继续欢迎能人异士踊跃报名，
我们将择优录取，直到磨合出最完美的斗者阵容，共赴下届青云大会。下面宣布拟邀者入选名单：首席斗者战客季伯载，前盾孙辽，确实还行。助气师陈曦，陈曦，这不是他呀？对呀，虽然他做法器有些天赋，但还是个孩子呀。对呀，这也太年轻了，怎么能是他呀？副手孟阳秋，孟阳秋，虽然他灵脉强劲，但是个傻子呀。对呀，身灵劲不会用。一是是个傻子怎么会呀？袁笑，严仙君虽然医术厉害，但他没有灵脉啊。这不是去送死吗？对呀，是这也行。禀尊者，在下身无灵脉，这并不符合斗者遴选的规则。严笑仙君的医术，放眼极星渊无人能及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作为寿华判宫的医士出战青云，为极星渊争光了。可旧制如何能改？所有规定都要为极星渊立好而存续。若旧制不能助极星渊赢下青云大会，那本公主执掌寿华判宫，便就是要改。哎，这不符合规矩，怎么能准他不改？公主胆子也太大了，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啊。对啊，公主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啊？上一次，公主违抗旧制，便是册封我为斗者。这些他真是太霸道了，解释不出什么去那么了不起。上一次非议更是甚嚣尘上，但结果如何一目了然，所以一切质疑由我一力承担。禀尊者，参选斗者中，医术胜过在下的数不胜数，实在轮不到在下来逞能。你也行哦，是吗？遴选赛进行中，本公主不幸中毒，7种毒药混合，疑难至极。萧云当时问了在场的所有医师，无人能解。偏偏你严笑仙君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调制出克制7种毒素的解药，在场的诸位可都是心服口服啊。对啊，我都亲眼看到了。哎，他们也看到了。对，我们能作证，能作证。别妄自菲薄了。可以的。严笑仙君虽无灵脉，但只要有1成胜算，你也会不遗余力的，不是吗？极星神君到，参见神君。夫君，上届青云大会，极星渊跻身上3境，但我相信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日后还有连胜等着咱们。今日诸位愿为极星渊效力拼杀，本君不胜感激。还望日后大家全力以赴，守护极星渊荣光。全力以赴，守护极星渊荣光。兄长，身体要紧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这就回去。这是他呀！罪先后诏，求见神君。之前他不是早就失踪了吗？出现了，这不是？哎，怎么还是这就是对呀？是他，他俩没错。后诏罪孽满身，实不可赦。
请神君赐死。后赵，你失踪已久，丢下司叛堂不闻不问，如今却跑到神君面前放肆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来人，在，将后赵拉下去。是。等等。多谢后赵贤君，将机已交付于我，否则我还要再费些心力，找到我要对付的人。别忘了我让你做的事。神君病中昏睡多年，但总有些场合暗指他必须在场。每逢这个时候，他都会如约醒来。今年的斗者遴选，想来也不会例外。届时，你就去面见神君，公开认罪。最先后赵，利用司叛职务之便，私自炼制离恨天与黄粱梦。什么？是这离恨天与黄粱梦就是如今已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愿自首陈情，只求神君降罪。啊！离恨天与黄粱梦，那不是让人生出灵脉的不是灵药吗？这才6经，不是失传上百年了吗？是啊，他怎么会有啊？居然还有人在私自炼制离恨天。22年前，我意外得到了博士一脉留下的医经，便利用沉冤之地与罪囚之劳力，偷偷炼药。只是那手术是残卷，多年以来，只炼制出了离恨天，未得黄粱梦。若真如后赵所言，韩风君，陈渊归你管辖，你可有解释？兄长明鉴，弟弟掌管陈渊期间，从未听过这样荒唐的事。后赵，这件事你可得想清楚再说呀！这得有证据。随意攀污，可是会祸及全族的。对呀，后赵，韩风君到底有无参与？你可一定要说清楚，为他作证啊！是我。一切都是我后赵一人所为。待关陈渊期间，我伪造了韩凤君手术，以公谋私，迫使陈渊罪囚为我炼制离恨天。哎，后赵贤君，新补进来给我捣药的人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快点，别磨蹭，那边去！快点！那边去！不敢偷懒，不干活，现打！把这些低贱的罪囚，老老实实给我捣药！
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。司徒贤君，若后诏所言属实，该如何定罪？此案牵扯甚广，恐怕小仙还需要仔细调查，判别其真伪，才能下判。罪嫌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好，即日起，后诏押入司判堂天牢，在司判堂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发落。好。神君圣明，本君定当督促司判堂查清来龙去脉。等等，后诏治罪，小仙还有事启禀神君。仙君放心，您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水是定要报答的。小仙，花月夜洒扫侍女若水，愿受以下犯上之悬刑，以卑弱之躯控告仙上。你又来告什么？神君明鉴，此事并非像后诏所说的那般简单。那些所谓在沉渊助他炼药的罪囚，实则都是被他拐带的无辜仙灵。他以幽冥所炼，强行扣住仙灵们做苦工，炼药的毒水污染了附近多个村庄。后诏明知如此，却执迷不悟。这位仙子，你怎会知道这些？你与后诏是什么关系？小仙是后诏流落在外私生之女。你方才说后诏是你的亲生父亲，那你又为何要告发他？是啊，亲生父亲就是。不如仙子将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司判方好定罪。若水，当初抛弃你们母女，是阿爹不对，我也在一直找机会尽力予以补丁。只求你不要再埋怨阿爹啊！你也配？你现在又来装什么好父亲？当初你见我出生的时候有枯枝病，是五衰之兆，你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和阿娘。娘亲也因心力交瘁，久病成疾而亡。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抛妻弃女，只想求一个健康的子嗣，可是你的后世一脉都因患枯枝病而亡，只有我活到了今天。若非如此，你怎会记得你还有一个女儿？后诏如此薄情寡义，我怎能不恨他？话虽如此，若只有你一人执政，恐怕还不够。启禀神君，小仙除了自己，还有人证。
明义仙子。我在花月夜虽未与明义有过交集，但是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极星渊边境寒暑之水的采药仙。明义，你是否见过你父母死去时的样子？大人，我家世代身处寒暑之水，只能以采药为生。这房间以后是你的了。5日后，寿华判宫开始为下届青云大会遴选斗者，主上希望仙子陪同参加。这是我的护身符。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，连我都是你棋盘上的棋子。我既借用了明家女儿的身份，今日便替他们伸冤。我父母去世时，脸色发紫，身上各处都有蛛网状的血痕，痛苦万分。云逸，你父母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？利都利用了，还装什么？敢问在场一仙，明义的父母呈现的是什么症状？是啊，言笑一仙，你来说说这是什么症状？如此死状，应是长期接触血珠花积累的毒素。据我所知，寒暑之水的采药仙在尘渊附近采药时，皆因喝了渊中泉水离奇死亡，而水中的毒源，正是那毒性猛烈的血珠花。我知道，以下告上，须受悬刑。小仙明义同样以卑弱之躯控告仙上。小仙无能，直至今日才知父母枉死。寒暑之水，不知还有多少像我父母一般，被生活所迫，在尘渊因接触到污染水源而丧命的无辜生灵。故今日斗胆以下告上，为一众采药仙士鸣冤。禀告神君，在下是尘渊出来的，除了每日被鞭打以外，就只剩晕血珠花了。我可以作证。明义，你放心，我可以做你的证人，你父母一定不会枉死，相信我。季伯仔，大事当前，你说话要想清楚。请你认真作答，你是否毫无过错、清白之躯，就被掳入尘渊为囚？你们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去那么久，难道就没察觉一件事吗？我从记事起就已经在尘渊了。敢问，我又是犯的什么罪呢？这么说来，季仙君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了。那你可有想过要报复后昭？这小仙子若水，在极星渊也许久了，从未想过要以下告上。她可是受了什么人的鼓动，所以才有勇气站出来的呢？韩风君好似没搞清楚重点啊！怎么关注起若水庭前告状的理由来了？如今是搞清楚若水为何揭发重要呢？
还是查清陈渊的真相更重要呢？叔父，我觉得季仙君说的对。啊，对了，好像此事还有个疑点。仅凭后赵一人，又如何处理得了这么大的勾当？就是肯定呀！来，你想想，多大个怎么了？既然事情已水落石出，兄长身体抱恙，本君只能暂行兄长之职，替后赵定罪。司叛堂司叛司徒领在，褫夺后赵的先君身份，定为罪囚，处以天雷极刑，湮灭其元神，魂散六境。好，判得好，大快人心，是好了，这种人就该魂散六境，这个对，说的对。这个司叛当的可真累，处个悬刑还得确认人证的情况。唉，花月的那些仙子跟他清清白白，这合理吗？他有病啊？他没病吧？他有病吗？啊？算了，你年纪小，哎，你就记住吧，季国仔呀，他就是想把所有人当棋子，把所有人算计进去。小心！这是妖兽，怎么可能？来人呐，有妖兽！不行，光凭这点灵力，绝对杀不了他，得接力。那边出什么事了？赶紧过去看看。是。米，米，米。殿下，都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风君，方才有妖兽，刚那个他们都死了，妖兽？这突然一团黑气就冲我们来，都怎么可能？嗜血妖兽自从100年前灵脉女仙之祸后，就已灭绝，
再说，如果真的有妖兽，你怎么还会活着？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我分明看见了，怎么会错？就是妖兽，要不是方才，要不是司徒仙君搭救，我早就死了。韩风君，由此看来，后赵背后果然有人指使，定是此人想将明义和若水灭口。司盼既然也在，不如说说看，方才当真是你救了他们？还有，你可是真的见到了妖兽？对不起了，司徒仙君，我只能先让你睡会儿了。是。方才我押送后赵离开后，我这返回，我就撞见了1、2、3、4，哎，反正好多只妖兽，尚未炼成的，正在袭击2位仙子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对付妖兽，这还是平日里一沾公务就卸担子的司盼吗？过去我是有些懈怠的行为，但其实我都是以司盼的身份去考量哪些是该做，哪些是不该做。救人于危难，也是司盼之责。韩风君对我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既无灵脉，是如何杀死妖兽的？正因为我自小没有灵脉，所以我学了些身法保护自己。想来，就是为了今日能够赌上性命，保护2位仙子。也是因为那些妖兽尚未炼化完成，在下才能勉强应对。既有司盼的证词，不知韩风君还有何疑虑呢？这可就奇怪了，韩风君在担心些什么？妖兽现世，说不好可是要危及6境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韩风君，此事必须要彻查。季仙君言之有理啊，此事必须彻查。前极清渊司盼堂主事后赵，利用陈渊残害无辜，证据确凿，罪孽深重。今韩风君代君上下令，即刻湮灭其元神，以告慰枉死之人。行刑。小本，回去禀报韩风君，行刑结束，他已元神尽灭，静待消散即可。
沉冤一案水落石出，盖因后赵一人所为。后赵认罪伏诛，元神尽灭，永世罪孽加深，已魂散六尽。最先后赵供说，他因一己私欲，利用沉冤炼药，但因博士医经缺失，只炼出失传100年的毒药离恨天，却未炼出其解药黄粱梦。现已一律湮灭后赵元神，销毁全部离恨天，肃清沉冤。判得好！离恨天这种害人的东西，不能留存于史了。昨日大殿上，后赵本要供出背后之人，转眼间就认罪伏诛，说整件事只有他一人所为，太过牵强。不过反正他也死了，事情了结在一个死人身上，再好不过。季仙君是不信这个结果吗？我信啊，韩风君信，我自然信。我信。司判办案，势必公允。季仙君对真相如此感兴趣，可以亲自调查。不敢不敢，我哪会查案啊？我查查哪里有漂亮的小仙子还成。若不是为了我家名义，我连问一句的兴趣都没有。无部查抄沉冤，共搜出326幅离恨天，余下还有血珠花等毒物，皆已全部销毁。那些被抓去沉冤当罪囚的无辜之人，现今如何了？回韩风君的话，都已平安释放。这次多亏了季贤君了，是本君失察。喂，你一个人坐这儿干什么？我进不去。你父母没给你买票吗？我是偷偷来的。我父亲，他从未带我看庆元大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废人，全家人只有我没有灵脉，他们都看不起我，别说登上庆元大会的赛场，我连去看场比赛都不配吧。喂，小子，把头给我抬起来！谁说你是废人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没有灵脉，我这辈子跟庆元大会都不会有任何关系。但是我真的很崇拜明宪战神，我知道他很多事，却没有看过他一场比赛。他13岁就上赛场了，一场比赛也没有输过。我今年也13岁了，可我就是个废人。别难过了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所以，就因为你没有灵脉，你哥哥们就都欺负你。你父亲只肯带他们去看庆云大会，就不带你去。这都什么父亲兄弟？算了，我有个弟弟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小哥哥，你好厉害！可惜我天生没有灵脉，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了。你这个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？啊，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你要好好保管。好。今日两境会，瑶光山对战吉星园，请两境斗者
进入啄金塔。等着，我会为你打赢这场比赛。明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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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哥哥竟然就是明线战神！不好了，这斗者的法器能克制明线的战甲，明线不要输了吧？明线，我这件法器能克制你的战甲。姐姐是来找我的。这记忆的两端，要几次才能破茧成霜？那个，聊聊。当然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飞到心的彼岸，靠近了却司徒仙君，我今日来就是想感谢你的。姐姐，我认出你了。嗯？姐姐可还记得这个？这是……姐姐不用紧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对于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人。所以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你这个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？哦，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你要好好保管。所以那天我一下就认出姐姐了。司徒仙君，你认错了，我就是花月夜一个普通小仙士罢了。我那日就是看若水仙子遇险，我就胡乱一施法，不知怎么就侥幸把她救下了。还是要感谢司徒仙君那日帮我解围。姐姐是不肯认我吗？你真认错人了。我知道了，姐姐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嗯。今日打扰了，我先告辞了。
须明将军亲自登门拜访，疏于接待，望海涵。你知道我？韩风君向我提起过你会来拜访。这次确有要事，急需司判堂处理。要事？韩风君先前召见我，是担心在寿华判宫出现的妖兽。此事还需调查，还需调查。调查需要时间，这我知道。但韩风君忧虑，妖兽已在六境绝境100年，若真的再度现世，吉星渊乃至整个六境都会有大麻烦。所以韩风君希望加快调查进度，最好是能够挨家挨户的探查，是否真的有妖兽存在的气息。季伯载，他手上肯定有黄粱梦。韩风君之前暗地里探查吴归海多次，也未有收获。这次不如就让司判堂光明正大的探探路。这法器可以准确地辨别黄粱梦的位置，一旦发现，我就会立刻将它取回来。这法器是竹？这法器是韩风君命人特制的，可以准确辨别妖兽的气息。还请司徒仙君尽快用这法器，挨家挨户探查是否有妖兽的迹象，好让韩风君安心。知道了。司判堂为何突然来我吴归海？老身说得很清楚。我家主上不在，外人皆不得擅入。无论今日来的是谁，都是这句话。那在下只能对婆婆说声抱歉了。韩风君有令，妖兽出没事关吉星渊的安危，是以每户都要搜查是否有妖兽的踪迹。吉星渊无论洞府大小都已搜查完毕，就剩吴归海了，总也不能特殊对待。司判堂不得不查。妈！住手！不能打！退下。没事吧？你们两个倒还挺护着我小命的啊。荀婆婆，这司徒仙君也说了，妖兽出没是大事，何况这是韩风君下的令，吉星渊挨家挨户都要查的。我们若是执意不允许，岂不是拖了大人后腿？不行，主上不在，就更应该证明大人清白呀。司徒仙君，请。姐姐在吴归海住在何处？这是私事儿。哦，这样啊。姐姐在吴归海住在何处？那边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其实你不用那么小声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姐姐，你到底为何到这里来？是为了杀季伯载吗？我也觉得他不配应你。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我是说我不是那个人，是说你说这话意思是对的。姐姐。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司判堂
不用关心这些吧。我不是以司判的身份问的。你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事，不能与我说。我就只要知道这个。你过得好不好？近日寒风君有令，我必须来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摆脱麻烦。喏，这是什么？寒风君命人特制的法器，据说能精准地捕捉到妖兽的气息。那后面就是灵犀井的方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。哎，那边不是季仙君的库房吗？在那边。乌龟海怎么可能会有妖兽？穆七百是想借着查妖兽的幌子找黄粱梦吧？得找个借口把他们赶走。这库房里收藏的都是季仙君最珍贵的法器，必须避火避光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他回来我们都死定了。司徒仙君，这可不行，这什么都看不到。不行，都说了不能有火光。姐姐，你怎么样？明丽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。但是仙君，这不行啊，这都有光啊。那就点火，点火！不行，这些法器都怕我，千万不能点火！我求你了，千万不能点火！司徒仙君，我给你照明。快跑啊！快走！季仙君的宝贝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们法器怕火，怕火，你非要点火啊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点的火？怎么就一身反骨呢？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为什么把这都没了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季仙君交流？我跟你们拼了！我们不生气了啊！这什么世道啊？这可是世上唯一能搜寻妖兽的法器，就这样烧没了。我这还是世上唯一一盏莲花灯啊！这是世上唯一一个金刚石降魔杵，世上唯一一个回旋镖啊！你怎么赔啊？我怎么跟季仙君交代我的？我什么都没了。明义仙子，此事是我司判堂不对，但你的伤不能不管。这样，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，让我替你疗伤，如何？我帮你拿。这就是姐姐住的院子。司徒仙君有什么打算？
今日之所以奉命前来，一是想看你过得怎么样，二是韩风君一直对你们别有用心。如果真的有什么目的的话，与其让别人动手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什么还不如你来呢？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欺人太甚，你看我。司徒仙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在下奉韩风君之令，搜查吉星渊附近可有妖兽的踪迹。司潘要查，查便是。点火烧了我家算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此事是个意外，是在下不慎引发失火。不慎引发失火，不慎烧了我所有法器珍藏，以及不慎伤我家人。家人？家人。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盏莲花灯，世界上唯一一根金刚石降魔杵，以及这世界上唯一一枚单飞镖。司潘大人，你打算怎么赔啊？单飞镖不回来喽？大人，你闻着我是不是都熏入味儿了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司徒仙君，这是要对我的人做什么？无名无分怎么是你的人？他是你买来的吗？火源出10倍，你放了他。啊！哼，你做梦！放手！放手！他……姐姐，是我拉疼你了吗？没事儿。季贤君留步。失手烧了季贤君的家，万分抱歉，所有损失我都会赔偿。倒也不必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坏了库房。季贤君不高兴，要拿我出气，是应该的。没事，姐姐。主上，傅烨，你收容了一个叫明义的武姬，为何没有告诉我？主上叫我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。花月夜每日都会来新的舞姬，明义有何特殊的地方吗？他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人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他，明宪。这怎么可能？明宪是个仙子，主上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没有，就是他。我也以为他是仙君好多年。主上看起来好像很高兴。是啊，以后你有他的消息，一定要立刻告诉我。知道了。对了，穆奇柏派人怂恿我去搜查无归海，说这法器可以判别妖兽的气息。可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这罗盘已被毁掉，不管穆奇柏的目的是什么，都泡汤了。看来他待在季伯仔身边挺危险的。我原本觉得这司板堂的活儿也太难做了，我都有点后悔选了来这里。现在想想，
幸好我是司盼，还能帮上你。主上不是只想在司盼堂混混日子，专心找黄粱梦吗？主上，明义是季伯载的人，穆启柏要对付季伯载，你要偏帮明义，就是在和穆启柏作对。这有什么？他是我整个不堪的过去里唯一的一束光。只要真的能帮上他，就算与六镜作对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主上叫我来，就是问这些。问完了，府乐先行告退。本战神今日就是用你给的袖章获胜的，他已经先你一步去过图腾台了。只要你想，就没有什么能限制你。没有灵脉，也许有一日你可以创造灵脉，又或者改变必须身负灵脉才能参选斗者的规则。总有一日，你也会变得很强很强。我可以吗？你一生下来，就是我最想成为的样子。我想要找到黄粱梦，生出灵脉，也是为了成为和你一样强大的人，有朝一日可以保护你。你从瑶光山失踪，我就一直在找你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